我是邱平。说到这个挂壁公路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河南新乡那个郭亮村的。那么这里呢，在甘西路陇南这边也有一条挂壁公路，惊险程度呢也非常刺激。我们就来看一看，它下面呢，其实这里呢也等于是悬崖峭壁，下面这里是一条河流。以前听说这个地方没有修这条公路的时候，大家都只能通过这条河流来往，就相当于黄河、长江一样，没有桥的时候是一样的道理。这条挂壁公路是在陇南的辉县，这个地方叫江峡，看到没有？挂壁公路一般的话都是在石山里面挖出来的，等于就是之前没有路，后面实在是出行不方便，才挖出了这个。那这条道路是什么时候挖的呢？是大概上个世纪70年代开凿的。当时开凿这条公路的时候，基本上全乡的铁匠、工匠全部来这里修建这条路，整整弄了3年时间。看看，它这里呢，基本上也是绕着山环绕一圈这样过去的。那这条路其实在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那个修建的，修了3年时间。那个时候还不是硬化路，还不是水泥路，就是我们说的相当于石山在开凿的路。到了2014年，这里才进行硬化了。这个就等于是一个天然的窗户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你像往前到了墙壁上面，也感觉是到了底一样的，然后走近了才能转弯。这个地方其实有点相对来讲的话，女司机的话可能不敢走。给大家看一个东西，你像上面这些一个这样是什么？就是当年修建时候留下的那个铁器啊，就相当于是撬棍一样的，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，然后痕迹留下来了。当时基本是靠人工的这个地方，因为70年代。所以修建这条公路方便了两岸的居民进出啊。它这个地方当年是从辉县进入天水的通道，也是一条商道，是没有马路的。你在这里看一下，惊不惊险，刺不刺激？上面密密麻麻的那个痕迹，然后往外看一下，外面这里就是悬崖，这个悬崖有20-30米高。这地方如果是说改成洞穴人家，是不是挺好的？其实有时候不得不佩服老百姓的智慧，在这样的一个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挂壁公路。你想想，下面这里呢就是悬崖峭壁，很惊险的。看一下这个挂壁公路，那边是天然的窗口一样的，风可以进来，也算是采光的。再看一下，整个墙面上密密麻麻的这些痕迹，代表了当时修建这条公路的艰辛，不容易。他们刚才就把车停在这里，而且垃圾乱扔，好像是一家，所以现在有些人的素质确实不行。这个可能是当地的人。你们好，大哥，您这边是当地人吗？你是当地人还是？当地人。修建这个路，你当时修建了吧？啊，这位爷爷当时修建了是吧？哦。那当时挺不容易的。不容易啊。修了多长时间？修了好几年了。修了好几年是吧？哦。啊，当时有多少个人修这个？当时是几个大队修着的。那也修了好几年。那水泥路是什么时候造成的？这水泥路是当了不多几年。哦，就当时没有水泥是吧？当时没有。刚才碰到几位那个叔叔阿姨，像这位爷爷呢，他是当年参与过修建这个挂壁公路的，然后那个叔叔是没有的，他都说非常不容易啊。当年没有修建这条挂壁公路的时候，
就是沿着河流有一条小路行驶，但是呢，车辆是没法进出的，只能人行走，非常不容易啊。现在是有好多人去看戏。整体的话，这条挂壁公路大概是不到500米吧，差不多。从这里一直过去的话，一直能够看到这些痕迹。我们看看外面，这里面就是公路，下面是悬崖，是很惊险吧？可能很多女司机啊，看到这样的路都会害怕，会吓退不少女司机。在远处这样看，车可能就要开到那个河里面去了。其实是视觉效果，往往是前面那个挡住了。为什么会说女司机有点不敢走这样的路呢？会吓退呢？因为在这个地方，很多地方啊，就有点像走入隧道，感觉有一个盲眼、盲石区。它这里呢也是一样的，在这条挂壁公路，尽管说不到500米，但是有弯、有上坡、有下坡，然后有一些光线挡住的，所以呢就非常的惊险、刺激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开一定要慢。刚刚我都看到有2辆车在这里汇合的时候，出现了一点小的磕碰、小的那个摩擦，所以一定要小心。在这样的地方多按喇叭。哦，你当时也参与了修这条路是吧？哦，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当时挖了多久？你挖了多久？我挖了半年多。半年多。哦，半年多修，这3年了，这个修。啊，有些3年在这里修。哦，都是一区一区大的嘛。那全部都是人工？啊，全部都是人工。有没有机器的？没有机器是吧？那没有的，不是没机器啊，就是人干的嘛。那是很辛苦啊。刚刚碰到的这位大爷，他当年也参与过挖这个挂壁公路。按他的说法，他当时在这里挖了半年，那有些人是挖了3年，挺不容易的。他刚刚也说了，当时完全是靠那个人工，他还跟我们比划了嘛，用铁锤砸这些，挺辛苦的，佩服他们。叔，你们是当地的吗？哦，这个路你们以前修了没有？参与了没有？修了。那修了好长时间吧？修了4年。4年？哦，很窄是吧？就在这下一层一层就大条了，上来人那要人报告走马绳，钢丝绳。啊，这位大叔也参与了当年修建挂壁公路的工作。他呢是去前面看一个清腔表演，他现场也给我们演示了一下当年修挂壁公路的一些过程，怎么修建的。其实从他的表示当中，他的动作当中，我们就能体会到当年修建的不容易。打个比方说，对面是一个悬崖，那么人捆好绳子，从悬崖的顶部放下来，然后在这个山腰的半中间进行砸、进行弄，相当于我们说清洗外墙一样的，从顶部拿个绳子下来，非常不容易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外面，刚刚那位大爷说，当年就是这条路。我们现在看这条路可能是比较大一点，那是因为这里是稍微平一点的，然后到了远处那个山脚呀、悬崖峭壁那里就不行了，就只能人工走。他说推自行车都比较麻烦一点，所以这条路修好之后呢，极大的方便了来往的村民。大家走在这个挂壁公路上也要非常小心。我后面这里是稍微宽敞一点，像旁边这里如果车来了，大家就一定要这样贴着墙站。可能面包车还好一点，如果是货车的话，因为货车比较大嘛，一定要贴着这样墙站，才能保证安全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这个挂壁公路我们就看完了。这里是天然的窗户啊，有些人可能爬在上面观外面的风景，我就不是爬上去了。我们再用车辆重新走一遍这边挂壁公路。这里呢，刚刚就有2辆车擦碰了，所以在这里开车的话一定要小心，因为路比较窄一点。前面就是挂壁公路。这个挂壁公路其实最惊险的是这一段，整个挂壁公路呢还是挺长的，因为基本上沿着山脉开凿的一条公路，只是说这里呢是完全在山里面打洞一样的。
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有点惊险刺激啊？这里稍微宽敞一点，到了里面就非常窄了。这里是下坡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女司机在这里要小心，否则她不敢开呢？有上坡，有转弯，各种各样。这里就有2辆车停在这里，这里是非常不道德的。观景竟然把车停在这个地方，很不文明。哇，这里会车就要小心了。这里稍微宽敞一点，前面那里就非常窄了。反正有好几个地方窄的地方。这里最惊险的基本就走完了，整个挂壁公路这一块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挂壁公路我们就看完了，尽管来说是有一点刺激，但是相对于河南的那个郭亮村的挂壁公路还是有点差距，没有那么惊险。全国各个地方的挂壁公路其实有很多，希望其他的地方也能看到。